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兰花种植入门基础101。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花，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说到养兰，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说，每当我回想那段正在认识兰花的新手阶段，我都希望早一点学到一个观念，那就是大部分的兰花都是一种附生植物，也就是说，在野外它们的自然环境里面，它们是依附在树上或是石壁上面而生长的一种植物，它们只能靠雨天或是空气中的水汽湿度来补充水分，而跟我们一般种在土壤里面的植物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你有没有想过，兰花所喜欢生长的地区一般都是温暖而且雨水、水汽充足的地方，有时候这些地方连续会下好几天的雨，它们还是在野外活得好好的，也没有烂根或是被淹死。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依附在树上或是石壁上面，有着良好的通风，而它们的根系附着的地方可能几乎呈现垂直的状态，所以也进而有很好的排水。如果你把通风跟排水这两个要点掌握好，你随着你兰花的成长累积经验之后，一旦你找到你自己居家环境种植方式的那个黄金原则，你就会晋升成为一位养兰达人。在这个影片呢，我们先不讲个别兰花种类的特性跟差别等等，也将来有机会呢，我会再找时间做影片跟大家分享。这边一般来说，养兰花不管你养什么种的兰花，都有5个面向，是每一个想要学怎么样养好兰花的朋友需要注意、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才能进而去讨论你的居家环境适合养什么样的兰花，或是怎么养等等。接下来我们会简单的介绍这5个面向，我希望你可以在每一个面向上面都去思考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2个重要的要点，一个是通风，一个是排水。思考一下这2个要点要怎么样能够运用在这5个面向上面，我相信对你会很有帮助。第一个面向，介质。绝大多数的你们跟我一样，都是在我们一般居家环境里面养兰花，只有少数的兰友能够有温室，甚至用更高阶的设备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嗜好。一般居家环境里面，兰花种植在容器里面居多，有些人也会将兰花上板，但对于比如说上班族的我而言，是绝对不可能有时间每天去给我的兰花浇水的。所以既然兰花是种在容器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哪种介质适合用来养兰花，特别针对你自己的居家环境。常见的兰花介质有树皮、椰子纤维、水苔、木炭、火山石、发泡炼石等等等，或是以上这些介质不同的比例混搭，都有人在用。那哪一种介质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及你的居家环境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个我在讲兰花10大常见介质的影片，来了解这些介质的特性，还有它的优缺点。在下方的影片叙述里面，我也会提供一个播放清单的连结，欢迎你们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去点阅参考。当然，在这一个面向上面，在介质的面向，排水性是你需要去思考的部分。第2个面向，容器。一般刚买回来的兰花，特别是蝴蝶兰，都是在透明塑胶的软盆里面，这是因为它重量轻，价格便宜。但是等到需要换介质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去考虑你要用哪一种材料的容器来养你的兰花。如果你是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我会建议你用透明的塑胶盆、塑胶杯去种植你的兰花，好方便你观察介质是否已经干了，或是根系颜色是否需要浇水，
当它们需要浇水的时候，会呈现银白色或银灰色的根系。此外，我也建议你在这种透明的塑胶容器外面打洞，来增加盆内介质内的空气流通，这样有助于防止因为浇水过于频繁而导致烂根的情况。你可以参考我一个在讲兰花换盆时容器选择要点的影片，播放清单的连结一样会放在影片的下方，让你能够方便点阅。当然，在这个面向，在容器上面，很显然，通风会是你需要去思考的部分。第三个面向，浇水，这个应该是新手最不知道该如何控制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避免浇水过度。这边呢，太过于频繁的浇水，比一次浇太多的水还要严重。如果你是用自来水在浇水的话，水质太过于硬，我会建议你使用软水，比如说雨水、下雪溶掉的雪水、蒸馏水、逆渗透的水等等。而且这边水的温度也要至少是室温的温度。浇水的时候也一定要确保叶子之间，特别是最上面2片叶子的中间不能有积水，否则它有可能会溃烂。那它一旦溃烂的情况呢，很有可能整株兰花就会报销。一旦发现积水其实你就是用卫生纸或是纸巾将积水的部分水分稍微吸干。那如果7到10天过后你还是不确定说需不需要浇水，永远告诉自己再多等2天。每隔周浇水的时候，我自己也会顺便施肥，我的施肥浓度永远是它建议浓度的1/4。我有个兰花种植与水的3部曲的影片系列，是在讲给水的影响给水的因素，如何判断是否需要给水，以及给水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有兴趣也欢迎你在这个影片之后点阅参考。在浇水的这个面向上面呢，通风跟排水都是你需要思考的部分。第4个面向，日照。日照对兰花很重要，但因为兰花在野外是依附在树上或是石壁上面生长，很多时候呢，它们都是有树荫的，所以都只需要某种程度的间接日照就可以了。如果你居家环境有朝东的窗户，那是最适合的地方。朝西的窗户也可以，但可能要加上一点遮阳的器具，以避免下午西晒的直射，以免叶子被晒伤。一般杂交品种的蝴蝶兰，如果日照不足，它的叶子会呈现深绿色，而不是青绿色的。那如果是呈现非常浅绿、淡绿色的话呢，则有日照太多、阳光太多的可能性。在日照上面呢，通风会是你需要思考的部分，因为兰花不喜欢太热又太闷的环境，特别是如果又很潮湿的话，这对兰花其实会有相当大的伤害。第5个面向就是温度，兰花喜欢的温度在于18到26度左右，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居家环境觉得舒适的气温。夏天的时候要避免超过35度的高温，空气的流通以及有效遮阳都能够降低夏天温度过高而不利于兰花生长的问题。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这3颗兰花背后的故事。这3颗兰花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是刚从超级市场买回来没有多久的兰花。那我之所以会买这3颗兰花，都是因为我去换货，那不经意走过了他们堆置兰花、陈列兰花的角落，那我就顺便看一看，就看到这3颗，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就把它们带回家了。我其实是去换货，换3罐罐头。那退了4块钱。那因为呢，最近耶诞节嘛，有交换礼物，我呢，抽到了25块钱的这个礼券，所以4块钱加上25块钱礼券，再加上一点税金，其实这3颗我只花了不到1块美金，也就是不到台币30块钱就把它们带回家。所以谢谢那一位准备礼券的朋友。这3颗其实都是
complex hybrid，就是可能是杂交品种，但是左边的这一颗呢，它很有可能是Phalaenopsis Kodak Twinkle Chocolate Drops。那据说呢，如果是这一种没有错的话呢，这一颗它会有香味。不过现在是晚上，你看外面窗户是晚上，所以我目前是没有闻到任何的味道。也许明天早上，或者是等到这个花朵再成熟一些，也许会有机会有香味出来。那这边我就简单的谈一下我怎么选这3颗兰花。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可以再做额外的影片来真正讨论说，兰花应该怎么选。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右边的这一颗，它其实是属于中型的兰花。不过呢，这一颗唯一的坏处就是我看不出来它到底戒指里面的根系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它其实都被水草包住了。不过看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是同品种里面啊，这颗叶子是长得最好的。再来就是叶子也最多。那你看到它的花的部分啊，这一颗蛮难得的，是因为它呢，就是花苞的部分啊，它整串没有掉，没有任何的花苞是不见的。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超级市场啊，那拿花的人或是送货的人不小心，或者是客人在挑花的时候啊，拿来拿去的，很容易就把花苞啊挤掉。很多时候你都会看到那种花就是掉1、2颗、2、3颗花苞的。再来就是说，这种颜色我很喜欢，我个人很喜欢。我记得台湾好像有一种叫做绿精灵，但是那个是小颗的，这种已经是中大型的蝴蝶兰了。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淡绿色，在相机里面，在电脑上面看到比较偏黄，但它实际上其实更接近草绿色那种颜色。背面有一点看得出来，它有绿色的感觉。那这一颗它的唇啊，就是它的 Orchid Lips，也蛮漂亮的，就是有淡淡的微黄色，然后再变成白色。整体上呢，我觉得这颗兰花给我很清新的感觉，而且它的那个兰花上面啊，也有一些小亮点。那我刚刚有秀给你看，它右边的这颗是10块美金，那这2颗小一点的是9块美金。中间的这一颗啊，我之所以会选它，其实一般来说这样子的我还不会带回家，因为呢它只开了4朵花，其他的花苞都还很小。那在蝴蝶兰在它们这个阶段啊，其实只要是湿度、温度或者是摇晃啊，就是换地方啊，它们的花苞其实都很容易会就掉蕾，就会变软，然后就不开了。所以这种一般我都还不会买回家。所以你们如果以后到花市去呀，其实照理讲啊，应该最好的就是每一个花梗上面都要开差不多3朵到4朵左右，会比较保险一点，表示那个花比较成熟。这个其实还有点过早，但这颗呢，主要我是因为它的叶子跟根系，长得比较好，是它同种里面最好的，我才把它带回来。根系第一个你要看的就是它像它这样子嘛，长得很多根，然后根都是绿色的，没有什么烂掉的情况。这一颗呢，它的塑胶盆子里，它的边边都有打上气孔，通风用。那它的介质是树皮，再加上一点点的 peat moss 或者是水草，我还没有看得很清楚。那再来就是它的叶子啊，也是它同品种里面最多，而且这颗叶子最硬，所以你们要选啊。如果说都同一批里面，你要选叶子最多的，叶子越多，表示它本身的健康系数越高。再来就是看它的根到底长得怎么样不要就是根很少啊，然后你看到它外面盆里面的根就是都好像黄黄的啊，不是很绿，那就不好。那这颗的花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新的花你看它开的，它还有点偏微黄，或者是有点淡橘色。但是等到它花老一点之后，就是后面的那一颗，它的背景你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它其实
肉眼看它是比较偏粉红色，然后中间有一点点就是橘色的感觉。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颗花很有潜力。不过呢，因为我现在这边是冬天，然后我又从超级市场带回家，然后现在又在做影片，把它动来动去的。我其实蛮怕它还没有长成熟的这些花苞其实会掉雷。再来这一颗，这颗其实啊，我是最喜欢它的颜色的对比。这颗在台湾非常常看到哦，这颗就是叫 chocolate chips。如果是的话，哦，如果有香味，它应该就是 chocolate chips。但是有时候呢，它这个如果它是 chocolate chips 的话，它的背景就是它的亲本或母本里面其实有带一点烯雷粒。我记得我在哪里读过，它这个里面是有配烯雷粒的，但是叶子上面是没有斑点，但是它有原生种的那种有带有一点点香味。再来就是刚我讲过了，它非常的对比，哦，它的深紫色再加上它前面白色的部分啊，是蛮特别的。这个在台湾蛮常见的。如果你喜欢这种深色的兰花，我也建议你就是能够到建国花市去逛逛，应该不难找到。这一颗呢也是一样，它叶子是同批里面同种兰花里面长得最好最多的，而且你看它的根都已经从那个杯内啊，透过那个排气孔、通风孔又长出来。这种啊，就是根系长得很好，然后你看它上面根系也长得非常好。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植株。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去建国花市去看，你去选，你就是要选根系越多、长得越好，然后都没有烂掉的感觉，然后叶子越多越大的，它本身就越健康。你不要只看花朵哦，不要只看说哇它花开得很好看，你开完，如果说它自己本身它根不好的话，你其实在蓄养起来都会有某一个程度的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我宁愿它花就是稍微丑一点，但是呢本身植株健康的话，其实你好好养它都会再开的。所以这三颗呢，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购买，而且这三颗我可以，唉，这个说来也很愧疚，我种兰花的毒种很深，一直买兰花，对不对？我相信爱兰花的人你应该也都知道。但是呢，我可以 promise you， 好，我在这边可以肯定，这个一定是我2017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购买兰花，因为再接下来只剩下1天不到的时间就要跨年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挂牌啊，是第一颗中型兰花的挂牌。它这边呢，有写到啊，哦，建议的温度是大概在我们摄氏的18到26度，这是蛮正常的。哦，是那华氏的话 ，F 的话就是65到78中间，但是另外2个牌子就是等一下我会给你看的，它就是也是建议差不多在18度到24度左右。但是很明显的，这2颗是从不同的来源出来的，因为它们的牌子内容不太一样。那它还有写到，就说哦，只给1/4杯的水，但是这个它应该是在应该是在猜说，我们会一直都养在这个水草里面，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是用树皮，我个人觉得1/4的水一定不够的，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都只是看看而已啦，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些经验，那会因为花的不同，好，我们会去做一些不同的调整，但是气温上面，我觉得他讲的还是算是正确的。那再来啊，这个牌子就是后面这2颗兰花的牌子，它们都一样，所以它们就是基本上一定是从同一个来源出来的。那它这边建议的温度就是18到24度，这个也是差不多哦，就是在那个 range 中间。这个是兰花自己本身有就是喜欢的温度，但是啊，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你秋天啊或冬天的时候啊，蝴蝶兰要抽花梗啊，其实在美国这边，我们大部分认为的就是说，会需要有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的夜间温度是要在13度到18度之间，好，这样子兰花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抽花梗。
最近有一位兰友在 YouTube 上面问我说，他听到有人说水跟兰花不容易开花，长根长叶，但是不容易开花。我个人觉得不是那种水根的问题，应该是气温的问题。那因为在台湾的居家环境啊，你比较少有中央空调，你没办法真的控制到说你种花的地方它的温度每一个月的夜间温度都在那个 range 13到18度，所以是比较有困难。但是专业的兰园啊，他们是有办法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有专业的器材，又加上通风等等。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找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兰花、蝴蝶兰、臭花梗所需要的一些条件，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影片里面做分享。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这个影片我们要来谈一谈兰花上面影响给水的要素有哪些。对于兰花给水的方式正确与否，很多时候呢，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地把兰花养到再次开花、再次来花。那浇水、给水的方式如果不正确，有时候啊，到最后就是只能对这些兰花放弃急救。我非常能够了解这种对兰花又爱又恨的感觉。我们总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我自己也是过来人。大部分的兰花呢，都是死于水分太多导致烂根，特别是刚接触兰花的兰友总是对兰花跟水的关系摸不着头绪。所以今天呢，希望透过这个影片的分享，能够帮助你们更了解影响给水的要素大概有哪些。第一个，使用的介质，不同的介质啊，都有不同的保水能力、保水量。比如说树皮就比木炭跟发泡炼石能够将水分在你兰花介质里面保留得更久一点。那水苔大家都很熟悉，我通常都讲水草，但其实有人就是叫它水苔，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最常看到它也最能够保水。那上版的兰花是最需要常常给水的，因为它们是垂直的，然后呢，其实根系上面可能就只铺一层薄薄的水苔，然后后面呢就是完全就是木头、蛇木屑或者是木板，所以那个是最需要常常给水的，有时候甚至是每一天。那你在影片里面看到这几颗小型的蝴蝶兰呢，这个全部那个时候我把这些种进去的时候，它们的介质基本上都是60%的火山熔岩，然后再加上40%左右的水苔、水草。第二个，兰花本身的种类、品种，我们都知道兰花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比如说蝴蝶兰、文心兰、豆兰、天鹅兰、石斛兰、万代兰或者是加德利亚兰，它们这每一种兰花的家族都有不同的习性，跟他们自己对水上面不同的需求那一般来说，我们在花市里面最常见到，然后跟大家比较容易愿意去接触或买回家去观赏的比较大宗的兰花品种像蝴蝶兰、文心兰跟加德利亚兰这3种。那对于这3种呢，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各位个别讨论这3种，比如蝴蝶兰、文心兰跟加德利亚兰它们的一些养护的要点但是呢，这就是第二个兰花本身的品种也会影响到你怎么给水的一个要素。第3个，温度。一般来说，白天在18到26度 C 是兰花比较 OK 的温度。如果想要让兰花在冬天的时候，秋末冬初的时候抽花梗，夜晚的温度需要持续1个月，在13到18度这个范围内那兰花其实它也可以耐热到约35度左右。那最冷其实
甚至有时候0度，它都还有办法就是接受。但这种最热跟最冷的温度呢，都不能够持续太久，否则的话，你也是等于把兰花送往鬼门关的意思是一样的哦。第4个，湿度。一般来说，50%到70%是兰花比较喜欢的一个湿度范围。有些人呢会在盆底上，盆子的底部加上一个装满小石头或是发泡炼石的水盘，来增加兰花周围的湿度。特别是如果你的兰花有很多的气根的话，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方式。另外啊，你也可以使用加湿器，不过因为台湾本身就比较潮湿，应该不是比较，是相当潮湿，所以除湿都来不及了所以也在这边呢，加湿器可能不是你会喜欢的首选。但是如果你在美加地区啊，像我自己本身就有用加湿器，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招啊挺适用的，那兰花也蛮喜欢的。那你看到的这张照片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温度计，但是它也有告诉你侦测这个空气里面湿度的功能。最上面你看到那个36%，就是我当时照相时候它湿度的一个百分比，有点比较低哦。但是呢，我一旦加湿器打开之后，一般来说10分钟以内，它的湿气的湿度的百分比就会往上提高。那在下面的那些比较大的数字，就是一个当时室内的气温。那它呢，在最底部那一排也会告诉你说，你这一整天里面，它这个环境里面的最低温跟最高温是在哪里。所以你比如说你下班回家，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知道说，我兰花今天的环境大概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湿度。最高湿度、最低湿度跟最高温度、最低温度的一个范围内，是一个蛮好的工具。我相信台湾一定也有。如果你对兰花真的有兴趣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买一下。第5个，通风程度。兰花呢，基本上它们不喜欢强风，但是微风啊还是挺建议的。兰花很喜欢新鲜的空气，所以通风程度的良好，一方面有助于多余水分的蒸发，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使空气中一些对兰花不良的细菌啊、霉菌啊等等都可以被带走。那不过因为通风良好啊，相对的你就必须要在给水上面，给水的频率跟给水的多少多去做观察，针对你自己的养兰的这个环境、居家环境去做观察，然后来调整你之前的给水的频率跟它的一个量。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啊，我们还是要来谈一谈兰花跟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兰花给水的方式不正确，很容易让兰花的健康走下坡，有时候甚至到最后，真的就是只能对它们放弃急救。大部分的兰花都是死于水分太多导致烂根。那我知道很多刚接触兰花的朋友，对于兰花跟水的关系总是摸不着头绪，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透过呢这个影片，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更了解怎么判断你可以对你兰花浇水给水了。另外啊，我还有另一个影片是在讲养兰上面会影响给水的要点，跟因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点选来参考参考。这边呢，我有5种方式能够用来判断是否该给你兰花浇水给水。第一个，用手指触摸或是伸入介质里面，去看是否介质还有水分的感觉，是不是还有湿润的感觉。
这张照片呢，就是给你一个示意哦，就是说你手指深入进去，不要只在表面上碰哦，因为表面上的介质一定是很干嘛，因为它在最上面，你要稍微伸进去一点点，比如说大概1公分左右，甚至到2公分，如果你伸得进去的话，然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水分的感觉，如果还有，你就不需要浇水。第二个，用手指从容器的底部深入，去看一下，你能够摸到底部是不是介质的部分还是有湿润的感觉，如果还有，你也不需要浇水。第三个，用手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这个呢会需要你花一点时间去累积你对于这颗兰花刚浇完水的重量的一个记忆，一个肌肉记忆。然后每当你觉得说你想要去观察它到底有没有水分的时候，你拿起来看看它的重量，如果都已经没有重量了，很轻了哦，跟你刚浇完水的那个感觉差很多的时候呢，就可以给水。但是这个会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你对这颗兰花的了解。第四个，你也可以用一根竹签把它插到戒指里面去，然后放个一段时间，比如说20到30分钟，然后抽出来，再用手去感觉看看这根竹签是不是有吸收到水分，是不是有湿润的感觉。不过这边真的要特别注意哦，我要提醒，如果你用这种方法的话，每一次都要用新的竹签，不要一根竹签插进去不同兰花的戒指里面因为呢有可能会交叉感染如果你其中一颗兰花它本身的戒指里面有病虫害，或是有细菌，或是有霉菌等等甚至有些比较小心的兰友，甚至在他们浇水的时候每一颗兰花泡的水都是新的水，它是不用一个水桶重复来泡所有的兰花，以避免病虫害的交叉感染。像我就是这样子，我呢是不重复使用水的，是比较花水，但是比较浪费水，但是它就是可以确保，万一哪一颗兰花不健康的时候，你不会有交叉感染的情况发生。第五个，如果你使用的容器呢，是种植你的兰花的容器是透明的话，你就可以用观察的方式去看容器里面是不是还有水汽的凝结。如果还有水汽的凝结的话，这个时候呢，也是不需要再给水，表示它里面呢的湿度还是有某一定的程度的湿度在。所以这个时候呢，用肉眼去观察，如果你的容器是透明的话呢，这也是一个相当便利的方法。但是呢，假如你使用这些方法，然后还是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应该给你兰花浇水的时候，然后你就忍啊，每天看啊，忍到忍不下去的时候，你很想要给你兰花浇水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听我一句劝，再多等个2天。兰花不会因为多缺水2天它就死亡，但是如果水分太多，你兰花的健康就非常有可能很快的往下走下坡因为它根可能就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伤害。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透过这个影片，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8大兰花浇水的要点、注意事项。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影片其实是一个老片新看这2颗很明显的，其实就是我的水根兰花，全水根它们的部分根系是永远都在有水的情况之下生长的。那今天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非常适合的影片或者是图片，所以呢我就想说，老片新看，让你们边观赏欣赏我兰花这个纯水根、全水根的兰花生长的影片呢，然后也边听我口头叙述，跟大家说明是哪8大我个人觉得的8大兰花浇水要点跟注意事项。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了2个兰花跟水相关的影片一个是影响给水的要素，另外一个是如何判断是否需要给水的影片。我得到了很多兰友的回响
反应热烈，他们觉得那2个影片的资讯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想嘛，俗话说得好，无三不成理，所以我今天就准备了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8大给水时候的要点跟注意事项，这样子呢，应该就完成了兰花与水给水问题的这3部曲。养兰花其实就是在养它们的根系，很多的时候根系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植株的健康，有时候甚至会威胁到你兰花的存活。所以怎么给水，什么时候给水，跟给什么样的水等等等，其实都有它的一些要领跟相关的注意事项。以下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8大注意事项与要点。第一个，如果你要给水的话，尽量在早上的时候给水，因为如果到了中午或下午的时候，你给水的话，当兰花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它就比较不容易蒸发掉多余的水分。第二个，在不同的季节给水的频率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夏天1周一般都是1到2次。冬天的时候，其实是1到2周才给1次水。那春天跟秋天呢，其实就是在7到10天1次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当然，种植容器的大小、使用的介质，还有气温的高低，还有你环境的通风与否，也都会影响到给水的频率。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兰友，耐心的去观察你自己的养兰环境，然后找到你最好的黄金比例。第3个，尽量使用软水。那软水的种类有第1个雨水啊，第2个雪水啊。如果你住在有下雪的地方，雪溶掉的这个水也可以是拿来当做浇你兰花的水。第3个，蒸馏水。再来就是逆渗透的水。第4个，水温不宜太冷，最好了其实就是室温下的水。好，那有的兰友甚至会加一点热水进去，因为呢，兰花我们都知道它是生长在热带或是亚热带潮湿温暖的地方，所以在它自然的环境里面是不会有那么冰凉的气温跟水的所以如果你用太冷的水去给它浇水，给它给水的时候呢，这时候兰花其实对它来说，这么冷的温度对它来说应该会是一个 shock。第5个，给水的时候尽量用泡的，不要由上往下浇水，特别是叶子与叶子中间，绝对不要让它产生积水的现象。第6个，如果有水跑到叶子跟叶子中间的空隙的地方，你可以用棉花棒、棉花，或者是用手把卫生纸的角落搓成尖尖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伸到叶子积水的部分，把水吸干。第7个，兰花最上面2片叶子的中间也绝对不能够积水。专业的兰园因为有温度跟湿度，还有通风的控制，所以他们可以用大水管大面积的去给他们的所有兰花浇水，那它也不怕会有积水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有通风的控制。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条件，所以就要特别注意叶子与叶子中间，还有最上面2片兰花叶的中间不可以积水。第8个，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要浇水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浇水，但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请你再多等个2天。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这个影片我们要来讨论一下10大常见的兰花介质，然后你可以自己看看你喜欢或适合哪一种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话题呢，也可以讲得非常的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种类的有这么多的种类我们还是就是每一个都是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特性
跟它的优缺点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那有兴趣再继续往下钻研的兰花朋友们呢，我会建议你在网络上多去做一些调查，然后呢，如果你身边有更有经验的养兰朋友、兰花朋友，你也可以向他们请教，就是说在你们居家附近的环境里面，然后跟你自己的习惯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介质？比较适合你个人的习惯，还有就是生活方式。这边10大常见的兰花介质里面呢，其实主要分成2大类：有机的介质与无机的介质。这边的有机不是我们平常指的有机农作物有机蔬菜这样的有机，而是指说这个介质一旦老化后它会分解。所以使用有机介质的养兰花的这些兰友平均2到3年，最多3年一定要换盆换介质，因为有机介质在分解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更多的酸性物质，使容器内的这个 pH 酸碱值过酸，而导致根系的一些溃烂。不过呢，我这边不是在说有机介质不好，或者是无机介质就比较好，而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它们的特性，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依照自己的喜好、环境的条件因素去选择适当的介质，或是我们喜欢的介质。我们要记住每个人能够提供给兰花的生长条件都不一样，比如说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日照、温度、湿度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刚开始认识兰花，你要有一点耐心地不断去调整，直到你自己有自己的黄金流程、黄金比例。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机介质。第一个是水苔。水苔，我个人觉得是最常见的兰花介质。它常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容易取得，保水性佳，而且在运送的时候呢，也可以减少浇水的人力成本。而且水苔稍微压紧一点的时候呢，还有确保运送中能够固定根系的作用。所以商业兰园这种大兰园，他们在大量使用，他们都会大量使用这种介质来栽培兰花跟运送兰花。还有兰花刚出品的幼苗，因为它们不管什么种的兰花的幼苗，它们大部分都偏好比较湿润的环境，所以呢，一般也都是用水苔来做培育，直到它们能够变成成熟株。那也是因为它保水的这个特性这个优点所以很多你会看到很多的苗其实它都是种在水苔里面。但是，一旦这种介质老化，盆内的 pH 值就会容易变得很酸，变得太酸，而且使用越久，它水苔其实会变得越紧密。那在越紧密的情况之下呢，根系也就会越来越受到压迫，导致于说，介质内的空气也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知道，兰花的根是需要空气的，所以当它空气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呢，它也就会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压迫，或者是比较感觉长得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常常浇水，或是你不喜欢常常浇水，比如说你是上班族或者是你有小朋友要照顾，或者是你有可能其他事情你要做，你没有办法常常在围着你的兰花转的时候这种介质如果使用正确，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时间。那我这边讲的使用正确，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技巧而不是说就是拼命的往下塞，然后把它塞得很满。其实水草这种东西，因为它的保水性很好，所以其实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兰园你没有那种空调或是通风的这种控制，那一般居家其实这种水草应该是松软软，让它比较蓬松的那种感觉，然后放到杯内做介质，会比较合适一点。
点。当然，你还是要稳固，你不能够量还是要足够，你不能够放太少，那兰花就摇摇摆摆的，它也会长得不是很好。好，所以自己要去抓一下那个比例，就是说不要把它压得太紧，但是它又能够稳固兰花根系在杯内的这样的状况，是最好的情况。第二个，树皮，树皮也是挺常见的兰花介质。这种介质老了之后也会分解，不过没有水苔那么酸。那使用树皮呢，就会比使用水苔会再需要更常浇水一些。那另外一点就是树皮跟水苔都容易在介质中有虫类寄生的现象，像是蜗牛蛞蝓水蛭等等。那有些美加地区的兰友会将树皮跟水苔混合使用，以增加盆内或是盆中的水分跟持久度，然后来降低需要给水的频率。因为如果单只用树皮的话，可能你还是大概2到3天或是3到4天就必须要浇水一次。那如果单使用水苔，你可能10天不用浇水，但是有些人就会把它做一个混合，那这样子可能就会变成达到说，它可以固定每1个礼拜浇1次水。第三个，蛇木屑，跟树皮的性质蛮类似的，但是就是价格比较高。那在美国也比较不容易买到，所以我其实没有用过这样的介质。但是有些兰友喜欢这个介质，是因为它有良好的通风性，也有不错的吸水性，而且也含有相对多一点的天然养分。第四个，花生壳，这个我真的有看过似乎主要是在国兰跟虎头兰类的兰花使用。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不过在美国要特别去找花生壳，还真的是有一点难度，我还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总不能一直吃花生吃到足够的花生壳才来种兰花吧。第5个，椰子的纤维，在美加地区我也有看过人用椰子的纤维，英文叫做 coconut husk， 它也是保水性很强。不过我看到的兰花的例子呢，都是与树皮混合使用。那主要是因为树皮可以增加盆中的空气跟一些间隔，好让多余的水分比较容易蒸发，然后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让根系生长。这种介质一旦老化也是挺酸的，所以呢也是要注意。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无机介质。第一个，发泡炼石。是一种粘土与水经过高温烧烤后膨胀而成的一种介质，所以它有很多的气孔，也具有就是吸附水分的特性。那这种介质使用起来我个人觉得它蛮干净的无菌，而且比较不会有虫类寄生的问题。它也不容易损坏，也不会有老化的问题，而且它的重量其实挺轻的，没有像它的体积那样子看起来那么重。那底部有洞的情况如果你的容器底部有洞，然后用这种发泡炼石的话，等于是把它当石头在用。那这样子的话，你给水的频率也会需要增加一点。不过呢，这个也还是会比就是一些上版的兰花浇水的频率还要再就是少一点，轻松一点。那容器侧面有2个洞的情况下，你用发泡炼石来做你兰花的介质，这个就叫做有介质的半水耕，英文就叫做 semi-hydroponics。我之前有做过影片介绍过这一种种植兰花的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点阅来参考参考。第2个无机的介质是 mantle clay， 那与它类似的产品在德国有一种叫做 Ceramus， 它们都是实心无机介质，吸水性都非常好。mantle clay 比较重一点，那 Ceramus 跟发泡炼石是比较属于轻一点的无机介质。那这2者用起来都能够让根系在容器里面有足够的空间，有足够的空隙，让根系生长。那这种介质使用起来也是相当的干净无菌，而且也不会有虫类寄生的问题。它也一样不容易损坏，而且不会有老化的问题。再来是火山熔岩，英文叫做 lava rock， 它的表面孔很多，保水的时间也还不错。那盆内也有水分有
空间能够让根系生长。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石头，所以一小包它的重量就比较重。第4个5G 介质就是河床的小石头，这个重量当然就重了，但是好处就是呢，容器内的通风会蛮良好的。再来就是你如果施肥啊等，它的物质比较不容易囤积。但是坏处就是保水的时间不够久，所以呢，你除了要常常浇水之外呢，你也必须要确保你环境的湿度在某一个程度，否则的话，兰花也容易因为湿度不足而长得不好。第5个5G 介质这个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惊讶包裹邮件里面的这种宝丽龙的填充物，英文叫做 packing peanuts， 有的是 S 型的，有的是像小时候我们吃的零食乖乖那样的形状。有人用这种呢来增加容器里面空气的比例，好让根系有更多的空间能够生长。但它的坏处就是水分蒸发的也比较快因为这些东西不吸水。那有些兰友呢，其实它会利用这种介质放在盆子的最底部，来增加它排水的畅通。看到这边我相信你已经了解到介质其实有很多种，对不对？那养兰的人呢也有很多种，有的喜欢浇花，而且有时候是天天浇花。有些人像我这样的上班族没有办法天天浇花，然后再加上我们能够给兰花的生长条件、生长环境的条件都不一样。比如说地区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季节制造、温度、湿度、空气品质，或者是容易购买到的兰花的介质都有所不同，所以真的很难去评断说哪一种介质最好。对我来说，最好的介质，在你的居家环境也许没有办法有同样的成效。比如说，像我现在喜欢用的是无机的介质。但你在你环境里面，也许无机的介质养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也不一定。所以各位兰友需要就是花一点时间，然后需要有一点的耐心去留意你的养兰环境，然后去尝试不同的介质，这样你就能够慢慢摸索到你自己的黄金原则。最后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兰花朋友们，如果你要做实验选一些比较常看到的兰花，容易添补的兰花来当白老鼠，千万不要用你最喜欢的兰花来做实验哦。养兰花是在修身养性，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我们对兰花做的一些事情，一定也要让我们能够晚上睡得着这是一个很舒压、很疗愈的好兴趣、好嗜好，千万不要因为兰花而担心受怕或是睡不着觉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兰花换盆时候的容器选择要点。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我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影片，是关于兰花换盆的3种情况。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面点阅，我也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影片的下方，以便于你事后点阅。一般来说，有3种情况你会需要把兰花从盆里面取出来。不过这边要提醒你的是，兰花很不喜欢被打扰，一旦它们被打扰之后呢，它有可能会产生暂停生长，像是根暂停生长，长叶子的速度变慢，花梗停止不长了，或是已经有花苞的情况，它花苞掉蕾不开了。所以换盆一定是要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冬天，如果天气不好太冷，也不应该把兰花取出来。那假设你必须要换盆，你该用什么容器，该考量什么因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部分。我把今天的主题分成3个容器种类，我是用种植方法来区分这些容器的类别。我们会先讨论传统种植方式常被用到的容器。所谓传统种植方式，就是容器的底部下面有洞，以利排水。
再来，我们会讨论水耕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水耕顾名思义，就是部分根系一直都在有水的情况下生长，所以容器的底部当然就是没有洞的。最后，我们会讨论有介质的半水耕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半水耕容器也有排水孔，但是这些排水孔是在容器的侧边，而不是在底部。我们先来看这种最常见的塑胶软盆。它之所以常见，是因为绝大多数你们买回家的兰花都是在这种软盆里面。主要是它的材料是塑胶，所以便宜也轻巧，适合运送，也有助于水分的保持。在这边观察入围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到，我影片中的软盆外围的侧边都有垂直的空隙，这是我自己利用工具弄出来的，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多一点介质的通风，以利于水分的蒸发。再来是传统式的硬塑胶材质的容器，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盆硬塑胶盆应该是这几个容器里面大家最常见到的，它只有底部有洞，有排水孔，而在其他3个都有在侧边上呢有1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这边主要的目的也是一样是要提供利于介质蒸发多余水分的管道。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硬盆或是硬塑胶盆，它的底部中心有一个凸起的部分，这是一个已经经过改良过后的兰花盆。一般的塑胶盆底即便是有排水孔，它也是平的，没有中间突出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有助于兰花位于中间偏下面的介质也能够均匀的蒸发水分。否则可能会出现中上半部的介质已经非常干，而中下半部的介质的环境还是处于一个湿润有水的状态。那这种没有蒸发均匀的情况呢，对于新手来说会比较难去判断到底是该给水、该不该给水，或是该给多少水等等。左边这3个塑胶容器呢，这3个硬的塑胶容器，虽然底部是平的，但是我有在它们的侧边钻1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主要是要促进水分能够均匀的蒸发。而我偏好透明的塑胶容器，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呢，使用透明的容器，是因为透明的容器易于我们观察根系的生长以及介质的状况，比如说介质是不是老化了、发霉了，有没有虫害，或是介质里面是不是还有水分的凝结等等等。这边还有一种我觉得常见的硬塑胶容器，但是这种几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网子，英文呢叫做 net pot， 翻成中文就是直接对翻的话就是网盆，但我不知道中文名称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中文称作什么。总之它是塑胶材质，它看起来像是个容器，但是它侧边的有洞口或通风孔很多，通风很好，所以很适合喜欢根系通风然后干湿分明的兰花种类。介质方面它这种材质的硬塑胶容器很适合与水苔或者是椰子纤维这种保水性很好的介质搭配使用。最后因为它的洞口多，也很方便于用个钩子就能够转变为小挂盆，来节省养兰的平面空间。我们再回到透明的硬塑胶容器一下，刚刚有提到我为什么喜欢透明的塑胶容器，但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们便宜。这边你看到的兰花是我1颗拯救回来的兰花，我是在一个纽约的植物园的礼物店里面买的，当时它已经开完花了，所以那个时候正以半价的价格出售。那带回家后呢，我就在这透明的小塑胶杯上打了几个洞后呢，就用一条铁丝把它固定好，然后就挂起来养。你也看到了，它现在正在抽花梗，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目睹它美丽兰花的英姿。我自己也很期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花是什么颜色或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是它的另一个角度，
容器的周围以及它的底部都有很多的通风孔。因为是种在杯子里面，所以给水的时候呢，我就是把它放到另一个一样尺寸的杯子里面泡着。等到泡好了，我就让它把水滴干，再把它挂回去，一直等到水苔这个介质很干很脆了，我再重复这个给水的步骤。不过呢，透明的容器也有它的缺点在，就是因为阳光直射、阳光的照射而长青苔。青苔其实不会影响兰花根系的生长，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不会太在介质里面跟兰花过度的竞争水分或是养分。这边纯粹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而已。如果你觉得青苔不会碍眼的话，其实这个也就不是一个缺点，否则你就要想个办法来减少甚至阻隔阳光的照射。我自己的办法呢，就是用尺寸相同或是稍大一点不透光的外盆来预防青苔的生长。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等一下讨论水根跟半水根容器的时候呢，会再提到。再来，另一个常见的传统式兰花容器就是瓦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显微镜下，它的结构有很多细小的洞口，所以相当有利于水分蒸发。另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颜色，在它还有水分的时候呢，看得出来它颜色比较深，也能够用手去感觉得到因为有水分而较低的触感。但是缺点是我们无法看到根系在盆内的生长状况，对于新手来说就不容易掌握。另外，兰花的根系容易粘于盆内，造成将来换盆时候的困难，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人将瓦盆打破，再进行根系的清理等等，或是直接将小瓦盆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瓦盆里面去，再用新的介质将两个瓦盆的空隙填补起来。最后一个我不喜欢的缺点是外观上容易有物质残留的痕迹，可能是多余的盐分或是肥料在水分蒸发后留下的物质。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没有不好看，那也就不算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水耕种植的容器选择。很多人喜欢用玻璃的容器来水耕他们的兰花。玻璃容器的优点就是它美观，也便于我们观察兰花的根系。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破裂的可能，而且会因为青苔，所以需要常常清洗。而且一般玻璃容器都太宽，兰花根系需要花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能量，才能长到容器两边而得到稳固安定的感觉。所以呢，这会拉长兰花对于水耕种植这种方式以及我们所选择使用的玻璃容器的一个适应期。我个人还是偏好塑胶透明的杯子来水耕我的兰花。我用的是12盎司或是16盎司的透明塑胶杯，因为它们便宜，也非常容易在任何超级市场能够买得到。说穿了，它们就是一般喝饮料的杯子。如果你常去喝星巴克的话，16盎司的杯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们中杯 Grande 的 size 的尺寸。我不建议用24盎司的杯子，因为对大部分的兰花来说，24盎司的杯子的深度有点过深。透明塑胶杯的好处除了没有破裂的隐忧之外呢，也非常容易的能够让我们来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因为便宜，容易取得，我在这边甚至还可以用不透明但尺寸一样的杯子来当外杯阻隔阳光，这样我就不会有青苔影响美观的问题。事实上，我现在绝大多数的兰花都是用透明塑胶杯当做内杯，加上相同尺寸但不透明的塑胶杯来当做外杯。最后我们来看半水耕的容器，这边指的是有介质的半水耕，英文叫做 semi-hydroponics， 不是无介质的半水耕，叫做 semi-water culture。 这两种种植方式我都有做影片说明过，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也可以在影片的最后或是影片的下方点阅来看看。有介质的水耕需要容器底部有一个小的蓄水池，所以在侧面一定要钻排水孔，一般2个排水孔就足够了。我有看过有人在他们的玻璃容器钻孔来用作
来做有介质的半水耕，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投资比较专业的钻孔工具，所以我就偏好用塑胶杯来钻孔改造成半水耕的容器。这边呢有3个好处要跟你们分享。第一，容易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第2个好处呢，就是可以用外杯来阻隔阳光，来避免青苔的不美观。第3个好处，内外杯堆叠起来，可以直接加水泡水，然后拿起内杯沥干之后，将外杯收集的水倒掉，再将内杯外杯重叠起来，就可以放回原来它的位置。这些收集起来的水呢，以我为例，我是不重复使用这些收集起来的水用在其他的兰花上面，所以如果你有院子有花园或是其他的植物呢，这些水是可以重新回收利用的。今天我们讨论了传统式底部游动的容器，包含软塑胶、硬塑胶以及瓦盆的材质，也讨论了水耕的玻璃容器与我偏好的透明塑胶杯，加上刚刚我们讨论了有介质水耕的容器种类，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对于哪种容器对你的兰花特性、你给它们的生长环境等综合考量下，是什么样的容器比较适合你跟你的兰花。但在影片结束之前，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新手常常忽略掉的重点，那就是容器过大都会因为水分过多蒸发不了，然后又再加上你可能持续定期的给水浇水，导致容器内介质一直处于一个过于潮湿的状况，而导致烂根。兰花的根系喜欢潮湿湿润，但也喜欢空气，所以你要想办法提供一个它们容器里面能够从很湿润到差不多干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你再重复给水的动作，这样它们的干系才会能够吸饱水分，然后休息，然后再继续的生长。当你不确定用什么尺寸容器的来做你容器的时候呢，如果不是沿用原来的尺寸大小，就是宁愿小一点也不要太过于大。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3种需要将兰花从盆里面取出来的情况。一般来说啊，有3种情况你会需要把兰花从盆里面取出来。不过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说哦，要先跟大家提醒，兰花呢其实很不爱被打扰，一旦被打扰了呢，它有可能会暂停生长。像是根暂停生长，或者是长叶子的速度变慢，或者是花梗好不容易我们千等万等等到的花梗停止不长了，或者是它有花苞的情况呢，花苞掉蕾了，它不开了所以从把兰花从盆中取出来啊，一定要是真的是非不得已的情况下面，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到底是哪3种情况呢？第一个，烂根，烂得很严重；第2个，介质老旧了；第3个，兰花根系或者是侧芽长太大，然后它们已经长出盆外了。那这边就要来跟各位谈一下时机的问题了。虽然这3种情况呢，我们会需要把兰花取出来，但是呢，它有时机上面的问题。那下面有几个大原则，大家可以参考参考。那我们先从最差的情况开始讲起好了，烂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应该就要尽快将兰花出盆，把它拿出来，然后看它烂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这边就不需要去考虑季节的问题了，因为呢，它如果已经烂得很严重了，毕竟从冬天要等到春天，你再把兰花拿出来，然后再进行拯救。这个时候可能春天你还没等到，你的兰花早就已经没了。第2个，介质老旧，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急迫，因为如果季节不对啊，你可以等到春天再让兰花出盆。原则上来说，春夏最适合换盆把兰花拿出来的动作，秋天也都还可以，但是冬天呢，最好不要因为换介质要把兰花出盆而打扰到兰花的生长，或者是休眠。第
第三个，有花的时候呢，要等到花开完了，你才能够把兰花出盆。但如果花开完刚好是冬天，我还是建议你等到春天。冬天对于兰花来说啊，真的基本上可以说诸事不宜，所以不要给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的时候搬新家换新家具。第四个时机就是说根系或者是植株需要更大的容器，而且有正在积极生长的迹象。这个呢是几点当中我认为唯一的好事哦。如果刚好你是在想要更换更大容器的时候呢，你看到你的兰花也刚好有在长新的根这个时候呢是出盆的好时机，换盆的好时机。春天跟夏天是兰花主要的生长季节，在这个时候换盆呢，也能够让新长出来的根在边长的时候就边去适应这些介质的新的介质跟新盆新容器的大小，而不是说已经长好的根它又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就是在积极生长的根它适应性会比较强。再来呢，这是一个进阶版的时机。有些兰友喜欢兰花一买回家就帮这些兰花换介质，容器呢也许会沿用，但是介质他们喜欢直接换掉。一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先了解根系在介质里面的状况，好调整接下来的养护计划。二来呢，如果介质也刚好老旧，就可以借机更新介质。三来，如果原本介质里面就有病虫害等等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用双氧水跟酒精加以消毒，再种进去新的介质里面。这边一样容器呢可以沿用，但是呢也是要记得先把容器用双氧水跟酒精加以消毒过后再重新利用。兰花一买回家就出盆的这种习惯我也有，但如果有花，我就会先隔绝欣赏，不让新的兰花跟我其他的兰花都放在一起，以免有病虫害的问题交叉感染。那等到花谢完之后呢，再做出盆更换介质的动作。但是对于刚接触兰花的朋友我建议你们等你更有经验的时候再这样子做，才不会兰花一买回家，然后就马上走下坡，然后找不出原因到底是哪里养的不对。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我是如何将塑胶杯或是塑胶容器打洞、改装它们，变成我的兰花容器。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偏好用塑胶容器来种我的兰花，然后我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使用塑胶容器，特别是塑胶透明的容器。原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透明的塑胶容器能够让你看到容器里面的介质的状况跟兰花根系的状况。如果有烂根，或是如果有出现一些发霉或是其他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你就有办法能够去做调整。那如果你是用不透明的容器，比如说深黑色、深绿色不透明的塑胶容器，或者是用瓦盆、陶土这一类做的兰花容器，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盆里面的状况，除非你非常有经验，否则的话呢，如果比如说根烂在里面，你不会知道。第二个原因就是塑胶容器一般会比较便宜，但是市面上网络上以美国为例，你能够在网络上买到它已经帮你就是打好洞或是切好缝隙的兰花杯子、兰花盆呢，其实都相当的贵。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买到比如说像一般喝饮料的杯子，然后用自己的工具去打洞的话，你第一个一样能够达到通风的效果，第二个透明的容器一样能够让你看得到盆里面的根系状况等等，其实是一个比较经济又实惠的
一个方法。那像我自己个人而言呢，我一样是因为价格的因素，我买了这些一般喝饮料的杯子。那因为它们 size 都一样，我就用内外杯堆叠的方式，内杯是用透明的透明的杯子，外杯用不透明的杯子，我堆叠起来，我这样子能够减少阳光直接的照射，那杯子里面内杯就比较不容易产生青苔。当然这是一个美观上的问题而已，我在其他影片也介绍过了。长青苔其实它因为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不会影响杯内的一个健康状况，它不会长期的跟兰花根系竞争养分，所以这个只是美观上的问题，不会影响兰花的健康。那说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一定很好奇，到底我是怎么用什么工具，然后用什么方法来对我的这些塑胶容器打洞呢？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其实啊，说明白了，真的就不值钱了。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烙铁。这个是我网络上查到的名字，它的英文叫做 soldering iron。我必须要查，因为我真的不确定这个中文到底叫什么东西。那它呢，其实就是插电之后，它会变得很热。那因为热，你就可以对塑胶容器钻洞。哦，那这个东西我当时在网络上买，美国好像美金也不到10块钱，我记得好像8块吧，8块美金而已。所以在亚洲地区，如果你们买，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太贵。那你如果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呢，我其实在好像其他影片的留言区里面有跟兰花朋友分享哦，其实你也可以拿铁钉。或者是比如说一般用的钢块，你就是在火上面烧一烧，把它烧热，你一样可以钻孔。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不贵，所以我还是建议买这种工具，因为它至少有一个把手，而不会是用铁钉。那因为如果你用铁钉，你可能还要再去拿一个老虎钳或是一个夹子夹住铁钉烧，然后再钻洞。那万一如果你没夹好，铁钉掉下来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一种程度上的危险。那既然提到安全性上的问题呢，接下来影片的部分，请大家还是要专心看，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必须要在这边跟各位兰友做个提醒，就是安全上面有哪些工具是你需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操作就是打洞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我们是对塑胶容器打洞，塑胶遇热它一定会冒烟。而且它的这个烟是有毒的空气，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是在一个很通风的地方进行打洞这样的动作。如果你是在阳台是最好，如果你是在室内，一定要打开窗户，而且最好要有很大的空气的对流。比如说，你把电风扇也打开，然后把电风扇朝着窗户外面贴着窗户，然后让它的风向是由外吹的，表示说你这样一旦有冒烟或怎么样，它会马上被这个电风扇这个不好的气呢，能够被电风扇直接就往外排出去。再来这个东西，口罩，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哦。在捷运上，你可以常常看到有人戴口罩，所以呢，我也建议各位，就是在从事这样的打洞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也把口罩戴上多一层保护。有了通风跟口罩之后呢，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行打洞的动作了。每打完一个洞的时候呢，它一定都会有一些溶掉的塑胶会粘黏在这个烙铁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湿润的纸巾或者是湿润的菜瓜布放在旁边预备，你就有办法能够把它这个粘黏在烙铁上面的这个塑胶物质能够把它清掉，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洞的打洞动作。再来呢，我个人偏好于在打洞的时候呢，我都是抓在杯子最上面杯口的地方抓着，然后进行打洞。如果你有比如说像工地工人戴的那种手套，或是任何的保护的机制、保护的工具，我才建议你用手握在它的杯身进行固定，然后再打洞。否则的话呢，因为你的手太靠近那个烙铁的肩部的时候呢，热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时候你不注意，也许容易造成烫伤，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大家要多多注意。
最后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未成年或者是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才能够进行这样子打洞的动作。另外啊，我相信有蓝友一定会问我，那我应该要打多少洞呢？那这就要看你是用哪一种的养殖方式，种植方式。比如说，如果是有介质的半水耕，其实我就是打2个洞。那如果是一般，这种传统的种植，底部下面是有洞的，像你，我之前给你看过的照片，底部下面有洞的，然后你杯子的周围你想要打洞多少这个其实没有一定。那这个是依照个人喜好、个人的这个环境还有你的介质多寡根系多寡等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定的数字，这个东西要靠你自己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跟不断的实验，才能够找到你自己居家环境，然后你自己喜好上面的一个黄金比例。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我要来修剪一颗兰花的根部。这颗兰花呢，基本上一直都是水根的状态。那水根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它在根部下面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我是把它养在这个花瓶里面。那我是因为在清洗花瓶，然后跟换水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根部它好像有一点溃烂的现象，这个其实是算正常的但是呢，我还是决定做一些修剪来保养它，保持它水质的健康。那大家这边要注意到，当你在要修剪兰花根部之前呢，你的修剪的剪刀一定都要经过消毒，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对兰花植株有伤害。那我这边用的是50%浓度的酒精来进行消毒的作用。因为你兰花它有时候会受到一些病菌的感染，那如果你修剪的器具没有经过消毒，然后上一次剪的另外那颗兰花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病菌的话也是会对这颗兰花有感染的，会交叉感染。那这边我就是双重保障，我还用3%浓度的双氧水再把就是这个剪刀进行消毒。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做修剪的工作了。那基本上我就是用手捏一捏，然后它如果已经感觉到软软的部分不是很扎实的根部，我就会把它剪掉。都检查过一遍之后呢，这样子这个兰花就可以再重新被放到瓶子里面去。那现在我们根部已经修剪好了。那我呢，一般修剪完之后呢，重新会再用手，就是轻轻的在根部，就是泡在水里面的部分呢，稍微再摸一下，看看就是说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我应该要剪掉的。兰花如果是水根，它的根部有时候呢它会停止生长，然后有时候呢它会停止生长一段时间，又重新开始长新根所以不用紧张。那如果是像这样子已经修剪掉的兰花软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修剪掉，然后你再把它重新干个1-2天，不要放到水里面，干个1-2天再加水这样子它修剪的部分呢就会结痂就会变硬，就不会一直往上溃烂。那我这边其实我又重新再喷酒精，然后也重新再喷上双氧水然后呢接下来的部分我就是会把它重新放到瓶子里面去，然后让它裸根不加水的情况下1-2天，然后让它能够让酒精还有双氧水有充分的时间让它去发挥它的效用。那这颗兰花呢，去年有开花，今年呢它其实都在长它的侧芽。我在想，它应该是觉得它需要再壮一点，才有办法再开花。而且我今年这颗兰花，我没有特别对它施一些开花肥。各位
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我要修剪一颗兰花的花梗，所以我想说，也顺便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我怎么修剪花梗，然后做哪些事情来帮助这个花，希望它能够生长得更好。你现在看到的这颗兰花呢，基本上它是一颗也是非常普遍的杂交种蝴蝶兰的杂交种。就是说，它其实亲本跟母本其实已经不详，因为可能已经就是交配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英文叫做 complex hybrid， 那中文应该就是称作叫杂交种吧。那它现在呢，其实有在长新的根，你看到中间那边有凸出来的根。那它这个本身呢，买回家的时候，它是在树皮还有 peat moss 里面，树皮跟 peat 里面 ，peat peat moss。那我其实在它开完花全部都卸掉之后呢，我是有在用一个筛子，类似像网子的那种筛子，把一些很小有就是几乎是屑粉末状的这种 peat moss 把它筛掉，然后保留它原本大块的树皮的介质。我基本上换盆是都会用新的介质，但这一颗兰花它里面的根系还有它的介质，感觉起来还有一段还可以用一段时间，所以我就重复使用它本身的介质。那你看到啊，它其实底部还有多2个盆子，我跟你解释一下，我这个是为什么哦。最下面的那个盆子，橘色的盆子，它其实是 clay pot， 就是瓦片的那种材质做的主要是因为它比较重，因为这颗兰花它的花梗非常的长，它是属于就是一般大型的这种蝴蝶兰，花梗很长，花虽然都已经掉完了、谢完了，但是它的花梗我依然保留着。因为基本上我兰花的花梗，我是都除非它变黄，然后已经就是像兰花植株的底部黄，慢慢这样黄过去，整根花梗都黄了，我才会把它剪掉。否则只要是绿色的部分呢，我都还是尽量把它维持着，不剪掉。那也因为这样，这长花梗，所以它就变得有点头重脚轻。所以呢，我用最下面的这个盆放在它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主要是因为让它能够不要倒掉。那中间的这个盆呢，它其实下面是没有底的，没有洞的哦，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用来浇水这一颗兰花专属的浇水的盆子。那我一般呢浇水的话，我就是把我要用的水从这边往下倒，或者是说让这边装8分满，然后这整个就放进去泡个20分钟左右，30分钟，基本上就是半小时以内吧。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泡水泡到忘记，不过呢，也都是1天以内就会想起来。像我在泡水的兰花，我一般都会把它放在我家里面很醒目的地方，所以我一定不会忘记。好，那再来第3个盆，当然就是它自己的盆了。这个盆它下面是有洞的就是一般非常常见的兰花盆。那这颗兰花呢，其实它的叶子其实蛮大也蛮硬挺的。那我这边是额外有用一根 stick 把它架起来然后因为它这个花梗非常的长，然后也很重，所以这颗兰花呢，基本上今天就是要让我来修剪它的花梗。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兰花的正面。这片叶子呢还正在长，这片叶子已经长得蛮大的了，它大概是两周，大概快3周以前开始长的，长的速度相当的快，就是在花谢了之后它才开始冒出来。这颗兰花呢，目前其实它正在积极的生长 ，active growth 你看这边有两个芽，2个根正在长。
那换到介质里面之后呢，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的芽、新的根 ，root tip 这边也有一个，然后这里也有一个，这个都表示哦，兰花它自己本身，就是非常适应这样的环境。那当然啦，这个树皮是它之前就已经在杯内的树皮，只是我有用筛子把它一些小的比较杂的物质清掉。那重新又种回来，因为这个树皮在我看来还有1年的使用期效，所以它基本上只是离家出走，这颗兰花只是出来盆子一下下，然后又回去。那当然我还是有用纯水加上一些肥料，让它能够继续得到养分，好的养分。那也这是为什么它现在呢，在原来的花梗上面也抽了2个新的次花梗 （secondary spike）。所以，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这就是这颗兰花它的一个花梗的长度哦。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从这边一直延伸到这边。所以花梗很长，这也是为什么它有点头重脚轻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有用那根小签子把它架住，然后再放到这个盆子里面的话，它基本上很容易就倒掉了啊。那我这个其实都是放在架子的最上层，所以它很容易就会登高跌落。左边的这些工具呢，是我等一下需要修剪花梗所需要的工具，等一下我会再一一介绍。当然，我的这个剪刀已经用酒精50%浓度的酒精，还有3%的双氧水已经消毒过了。左边汤匙里面摆的东西呢是肉桂粉，肉桂粉它有抗菌、防霉的作用，所以当我们把花梗修剪掉之后的伤口呢，可以用棉花棒或者是类似像这种小刷子的东西沾一些那个肉桂粉，在我们修剪的那个伤口能够涂抹上一些，这样子有助于那个伤口的愈合，然后干燥，所以也可以进而帮助这颗兰花避免其他不必要的感染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修剪花梗。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这颗兰花它总共呢有2个次花梗哦，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那一般来说，尾部的部分已经开过花的部分啊，这些部分都不会再有任何的东西了，除非它有续花性的话，它有可能在最尾端的部分继续长。但我们都知道，这种杂交品种呢，它是没有续花性的，一般兰花是没有续花性的，所以呢，我们呢通常都是在开花完之后的部分，这一段做修剪，就是这一段做修剪。那我个人喜欢剪在大概就是1/3的部分，或是留2/3，因为有时候你从这边剪完之后，它也许还会再往后面黄个一段，所以你不要完全就从这边剪掉。所以我大概都留个2/3，从这边剪掉。那后面那个次花梗呢，也是一样哦，因为这边之前也有开花，所以往后面数过来，这边是最后一个花节，所以我就会大概也是从1/3的地方退后1/3，从这边剪掉。这一次其实也是我第一次一根兰花的花梗上面有2个次花梗同时在生长。一般来说，它就是只长一个次花梗，就是 secondary spike， 但是这一株居然有2个次花梗，蛮特别的。那我之前有提到，在影片的最前面有提到，我通常一般花梗我不剪，除非它已经变黄干枯我才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时候能够长次花梗哦。那当然，它就算不长，它绿绿的呢，当它慢慢渐渐的往后变黄枯萎时候，它其实花梗里面的养分也可以慢慢的被
植株本身再吸收回去。因为呢，植物体里面有一种叫做 mobile nutrient， 就是它能够移动的养分。那有一些是 immobile nutrients， 就它没有办法再被吸收利用的，吸收回去做利用的。那这些如果你不把它减掉的话呢，这些能够被移动的这些养分就能够被植株本身吸收回去。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呢，是我已经修剪过的花梗。我接下来呢就会用肉桂粉在剪掉的地方，伤口的部分涂抹一些肉桂粉，让它能够尽快的把伤口愈合，避免细菌感染等等。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已经涂上肉桂粉的花梗。那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呢，在使用肉桂粉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肉桂粉撒到根系上面，因为呢，这个肉桂粉它有干燥的作用，它有很多吸水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使伤口很快的愈合。千万不要让它撒到根系上面，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根系会干死。各位喜爱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兰花的气根，英文叫做 aerial roots。兰花的气根因为不是生长在介质里面，所以它被称作气根，就是生长在空气里面的根。这些气根与介质里面的根系扮演着不太一样的角色。在野外兰花所有的根几乎都是有具备吸收水分、养分，还有固定植株本身的这两个功能。但是兰花一旦离开野外，到了我们驯化的环境，介质里的根系主要还是以吸收水分与养分为主。因为种植的容器与介质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呢，已经带来了某一个程度的固定跟稳固性。气根因为在介质的外面，它干的速度呢，自然就会比在介质里面的根系还要再快。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根系气根这里要讲气根，不要因为气根已经看起来很干，变成了银白色、银灰色，就想要浇水。我有个影片是在讨论影响给水的要素，另一个影片是在讲如何判断是否需要给水。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点击，然后去参考这两个影片。那你会想说，气根在这边好像变得没有什么用的感觉但其实说真的，也不能够这么说。举个例子来说，气根还是有吸收空气中水汽的功能。另外气根也能够多少帮助植株进行光合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兰花的根系遇到水之后呢，它会变成绿色的。因为根系在生长的时候有接触到阳光，它们有行光合作用，所以有叶绿素在这个根背里面。而介质深处没有照到阳光的根系，一般都是白色或是微黄色的，它们就没有叶绿素。气根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当介质里面出问题的时候，而根系溃烂光光的时候呢，仅剩下来的气根也许就会成为你挽救你兰花的最后可能、最后的办法。所以不要觉得你的兰花气根不美观像这一颗你看到的兰花长得就是像八爪鱼一样不要因为它不美观就进行修剪。我不建议你修剪气根。虽然说气根可能是你最后拯救你兰花的最后办法，气根呢还是一样不适合被种到介质里面去，因为它生长的时候呢已经适应了空气中的这种温度湿度等等，所以呢也不能够直接因为你根烂掉烂光，介质里面根都没有的时候，就把气根当作是介质的根来使用。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对如何对只有气根的兰花进行拯救。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大家跟着一起看实际的操作，以及追踪植株的进度进展，对你们会比较有帮助。
而我现在刚好没有这样现成的教材。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这个影片我们要来谈一谈养兰花啊，平日到底在观察什么，在看什么。喜欢兰花的朋友都知道，而且你可能也有这种现象，就是呢，一大早一起床，第一件事情马上去看你的兰花，可能都还没有刷牙洗脸哦。然后呢，一天下了班回到家要上床睡觉之前，都已经很累了哦，你还是一样，就是要先观察一遍你的兰花每一颗生长状况，好像对你小孩子那种百般的呵护一样哦，把他们看作是你的小孩子一样哦。早上看，晚上看，然后甚至不在家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也在想，哎呀，我兰花现在怎么样哦？这个都没有关系，这就表示说你真的对你的兰花很关心，对不对？你种兰花的毒种得很深，跟我一样。但是呢，其实不是只有看哦，我们应该要去了解说，你平时在看你的兰花，你在养兰，那你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你要看哪一些东西，要看什么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重点。其实主要看的东西有3个面向，第一个是根，兰花的根系；第二个是它的叶子；第3个是病虫害。不过呢，今天我们还是先讨论根跟叶子的观察，因为病虫害的东西呢，其实要讲起来要简单很简单，要复杂也相当的复杂。养兰花呢，其实就是在养它们的根系，根系养得好，兰花一定就健康，一定会好看；根系养得不好，兰花一定也会长得不好。毕竟它们的根有很多重要的用途。除了大家知道的吸收水分、吸收养分的用途之外，它们还有固定本身兰花植株的这样一个重要工作。记得吗？兰花在天然的环境里面啊，是生长在树上或者是石头、岩壁上面的，所以它们的根如果不好的话，怎么会能够生存得下去呢？对不对？蝴蝶兰的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粗哦，真正的根啊，只有里面细细的一条。而外面的那一层会烂的东西呢，其实是一层能够吸水分、吸收养分、只进不出的根被，它叫做根被。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根外面裹着一层被子，这样子比较容易记住这个名词。以颜色上来说，这个根被英文叫做 vellum， 干的时候是银白色、银灰色的。如果湿润有水的情况之下，这个根被它会呈现的是绿色。那如果你看到你根上面的颜色是咖啡色啊、深土色啊、土黄色啊，这可能是已经烂掉的颜色。那触觉上来说，这个根啊，如果捏起来还有硬硬的、有扎实的感觉，根应该都还有它的作用在，也就是吸收水分、吸收养分，还有更固定。那如果这层根啊，可以被你一拉，轻轻一拉，它外面的那个根被就好像皮一样就落下来了。这个根其实就已经烂掉，没有它的作用在了所以也就可以修剪掉。那如果根啊已经干干的、脆脆的了这个根也其实已经跟你说再见了，所以你也可以很放心的能够用消毒过的剪刀把它修剪掉。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叶子方面的观察。其实不外乎要观察的叶子的部分，就是它是否变黄了、变皱了。健康的叶子一般都是淡绿色的，当然有些品种它们的叶子颜色也会比较深一点。但是如果太过墨绿，有可能是阳光日照不够。那如果叶子的颜色太过浅绿，除非是原生种的蝴蝶兰。它们的叶子一般都比较淡绿色一点的话，如果不是原生种，你的蝴蝶兰可能就是日照太多了。如果叶子变皱，就是因为缺水。那缺水的原因不是因为水分不够呢，就是因为根系有问题，而导致兰花植株本身无法适当地补充水分。再来，如果叶子上面局部呈现有黄黄的或是淡咖啡的这种烧焦干干的状态那你的兰花应该有晒伤的状况发生。
那这边我们说到晒伤啊，就必须要谈一下阳光跟兰花之间的关系。兰花需要的光线啊，都是间接的日照、间接的阳光。直射的阳光很快就会把你兰花的叶子晒伤，所以一般来说啊，朝东跟朝西，甚至有时候朝北的窗户啊，都蛮适合养蝴蝶兰的。而朝南的窗户啊，则比较适合喜欢阳光多一点的兰花品种，比如说加德利亚兰，特别是万代兰。然后文青兰也是一样，这3种兰花的品种种类是比较喜欢阳光多一点的，比起蝴蝶兰来说的话。不过，即使这些喜欢阳光多一点的兰花品种啊，它们虽然说适合朝南的窗户，日照一定也都是需要是间接日照才比较合适哦。如果你有去参访过专业的兰园啊，其实他们很多都有盖温室。而温室的最上方一般都是这种半透明材质的屋顶哦。那如果没有温室的话，你去看这些养兰的兰园啊，其实上方也都会用一些那种黑色半透明材质的帘子啊，或是盖布来提供间接的日照。那最后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居家环境常见的养兰地点。刚刚说过了，窗户其实是最适合的地方，不过也是要注意到日照是否是间接，然后跟这个日照的长短。阳台的话呢，坏处就是冬天寒流来袭的时候，必须要把兰花移到室内，因为在外面有可能，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会有虫子的问题。我知道有人也会把兰花养在浴室里面，不过我个人觉得，虽然说浴室里面的湿度还有温度啊，可以有不错的环境提供给兰花，去吸收水分啊等等。但是呢，我觉得日照会是一个问题。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风啊，通风也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加湿器，或者是用这种底部下面啊有水盘的方式，那在水盘里面放小石头或者是发泡炼石，来增加兰花周围的湿度。那这边为什么它要放小石头或是发泡炼石？是因为水啊，如果你只是放一个盆一个水盘，然后里面就是直接加水，因为它有表面张力，所以呢它蒸发的速度就会比较慢。那如果你加了小石头，那它石头就是有很多的面，就是很在跟水接触，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会把那个水的表面张力就是减低。那它这样子呢，水跟小石头的间隙的中间就比较能够蒸发，那你同时这样子就会增加兰花周围湿度的，就是百分比。好，那不管你兰花养在家中的哪个地方啊，就算换地方，也要尽量以季节来当单位换地方，不要说这个星期我放这边，下个星期我放那边，这样兰花一直不断的需要去适应不同的小环境，在你家里面的小环境特别是即将要开花或是正在开花的兰花，你真的应该要避免它挪来挪去这样的动作。因为兰花它真的很不喜欢被打扰。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要跟你们讨论一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如何帮助你的兰花能够度过寒冷的冬天。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从其他兰友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对兰花有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你可能会想说，冬天的时候兰花要能够让它度过寒冷的冬天，不就是温度提高吗？但其实啊，如果你是住在亚洲，比如说在台湾，其实很少人家里面有中央空调，所以其实家里面的居家环境啊，除非你有电暖炉等等家里的气温一般都比较冷。那再加上说外面天气很冷的情况，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做，那其实就是把你的兰花往窗户的地方
推远，就是不要让你的兰花太贴近窗户。你现在看到的这片段啊，你看这窗户外面，这些可不是雨水哦，这些是冰。我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德州这边啊，正是非常冷的时候，所以你看其实我的这个兰花架子呢，因为它下面有轮子，我买的时候我特别要求我的架子下面要有轮子，原因就在这边。当天气冷的时候，兰花我就会把它往后移，远离窗户。虽然说窗户啊，是阳光的来源，但因为我天花板上面呢是有装 LED 灯，也相当的明亮哦，就是补强冬天阳光不足。那你还有看到啊，我中间的这片帘子，通常我这帘子是没有放下，百叶窗我是不放下来的。但是如果真的很冷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把它放下来并关起来。那原因是因为天花板上面呢，我这里有3颗非常亮的 LED 灯，来让它能够让这些兰花能够有亮光、有照明之外呢，我其实还有个别的3颗不同的 LED 的生长灯，植物生长灯，它们好像就是在15瓦到20瓦之间啊。那我会针对它兰花不同的需求，那可以移动这3颗灯。我有看过有兰友他们是喜欢买那种长的灯管，然后在每一层的底部就是把它锁起来锁死。那我不喜欢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不一定每一颗兰花都需要那么强的灯罩。再来就是我比较有就是 flexibility 比较有挪动的空间，否则每一层下面都装这么长的这个灯啊，其实相对的你就是把上面的光源都阻隔了，每一层都是只能有灯的这个光源。那我不希望这样子，所以我就用这种灯圆圆的这种灯来让它移动针对各个兰花的需求。所以综合起来说，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兰花它们是热带、亚热带的这种植物，所以它们需要的温度呢是需要维持一定的区间才会养得好、长得好。那在很冷的时候呢，其实除了提高温度之外，你也可以稍微挪动一下它们的环境，所以让它们不要在太靠近窗户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能够避免因为太靠近窗户，气温太低而导致它的生长停滞，或者缓慢，或者是停滞，或者是有时候啊更严重一点啊，叶子不小心碰就是接触到非常寒冷的这个窗户的时候呢，它的碰到接触面也会产生发黄的现象。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短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任何的指教，也非常欢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